就好好演哦。师妹，师兄，师兄，你，师妹帮我向二殿下说一个大不成。这是何意？对我的演艺生涯的最强对手，致以忠厚敬意。师兄，哎，师兄，师兄，我一个字都没听清。快带小殿下去虚宫殿调理，快快快！小殿下，小殿下，仁祖有这点能耐了，哼！今天那个仁祖摔得多惨呀！不过小殿下和他缠斗太久了吧？你懂什么？小殿下那是猫玩耗子，他可是祖龙托生。凡人怎么和他相提并论呀？啊！祖龙托生，你看你，一点见识都没有。咱们二太子可是素种灵根，据说啊，他身上有一个印记，叫祖龙之谶，此龙乃祖龙托世之兆。这么说来，那小殿下可了不得呀！不过龙王说过，命数无人能料，既可能绝星世祖，也可能埋骨荒丘呀。哎，看来大殿下的命数还是更硬啊！够了！今天先到这儿吧，再给你们大殿下累着。大殿下，今日所为过了。过吗？龙王请人族前来，为的就是化解人龙矛盾。你又奉命作陪，为何还要设局下毒？为何？四儿，人族啊，都是奸邪小人，本殿只不过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让他们知道我龙族的厉害，有错吗？大殿下，你以后是要统领东海之人，你如此这般……好了好了，我回去吧。本殿今日不想说话。殿下不想说话，是想演武吗？演武？我本鲛人族公主，鲛人族向来善战。鲛人族勇士组建的明珠锐士，如今已是东海的最强战力。我来陪大殿下演武，够资格吗？四儿，你看看这周围，咱们俩从小就在这一起演武，所以你应该知道，你不可能赢我。是吗？
的大殿下，英勇神武，宽厚仁爱，是四海公认的少年英雄。我倾心于你，说服鲛人族与东海结盟，答应与殿下联姻。我本以为，以你那般英勇，必将振兴龙族，守护四海生灵。可你，现在的你，自私暴虐，喜怒无常，跟原来简直判若两人。究竟为何会变成这样？小四儿，别忘了，你与我联姻，东海才能帮你鲛人一族太平。所以在我面前，别太放肆。过去的你，不是这样的。杜仙门弟子听令，今晚回房之后，不可外出走动。你们听到的任何动静，那都是龙宫自己的事，与你们无关。听明白了吗？小六，师叔师姐，小常受伤的那么重，他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还没恢复过来，还没好。师兄明知实力悬殊，仍愿倾力一战，不留遗憾，这是何等的磊落！怎么说，小长寿也是为了渡仙门受的伤，让我们进去看看他吧。那个，师兄现在正在房里调息养伤，有我就够了。再见。不是，师兄，师兄，行，可以了。走了。师兄，我觉得你刚刚打的简直是太精彩，既没有赢，也没有丢了杜仙门的脸面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你不懂啊，师妹，这一招是师兄有生之年打的最凶险的一招。哪里有凶险了？看起来明明就是要赢的样子。是，这一仗赢不难，输才难呢。啊！师兄隐藏修为这么多年，从未有人发现过。可这个二太子殿下一眼就看穿了我的软肋，还想在大庭广众之下拆穿我。师兄，你想多了吧？是你想的太少了。这渡仙门人这么多，他为何能在这么多人当中偏偏挑中我？这显然就是冲着我来的。他肯定知道蒯斯在场，也知道我骗过蒯斯，不敢在他面前展露修为，所以他故意输给我，想让蒯斯怀疑我，再借蒯斯之手杀了我。什么？这个二太子竟然这么想啊！是啊，这人太可怕了，手段之凶狠，计谋之毒辣，简直就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可是他到底是怎么知道我隐藏修为一事呢？对哦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知道师兄的本事啊？咱们刚进龙宫之时，多出一道灵石，莫非是这龙宫之中有他的内应？对了，师兄，你刚在高台上的时候，是不是施展了什么法术，比如时光倒流之类的？难道是我想多了？但是我怎么……师妹，敖爷身后必定有更大的阴谋，师兄要亲自去探一探，帮我掩护。但是蒯司让路，不准我们出去。我一直有一个伟大的梦想，
挣脱这个荣耀、光明的樊笼，去唤醒每一个喧杂的游魂，让每一个龙种都能够夺回自己原本的模样。前方满目疮痍，唯有毁灭方可重生。而这个伟大的掘墓者，就是你。不够有气势。而这个掘墓者，就是你是谁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这里是本殿下用骨血铸成的堡垒，你们这样进来成何体统？这成何体统？什么堡垒啊？您这床被子还是我下午刚给您换的呢。小殿下还不睡呢？我不要再叫我小殿下了，我已经是条大龙了。再说了，我不睡是有理由的，我只是把睡衣封存起来，为了观赏今晚肃杀的月色。今天是大场面，血不够可不成。哎，先别说了，站着。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们出去打听了吗？我今天输的怎么样？是不是惊天动地的？在每一个人眼里，是不是能够惊起一道无声的惊雷？小殿下，您糊涂了，您赢了呀！我赢了？对啊，听说把那人族弟子都给打飞出去了呢。就是，区人族怎么是小殿下的对手呢？听说小殿下一高兴还岔了气儿，晕过去了呢。我怎么能赢呢？哎呦！小殿下，床铺好了，我们哄您睡下吧。不要不要！啊，那个本殿的榻边不用留人值守，因为本殿的睡姿只会灼伤耳朵双眼。哎，笑什么笑？好，好，好，那奴婢们就先退下啦。小殿下，你可千万不要再胡思乱想，又想那件怪事啦。你赶紧退下！我已经是条大龙了，我才不会怕那些，根本不怕。辛苦了，回来歇息吧。唉，小殿下可真犟，这海底哪来的省鱼月色呢？早就说不能给小殿下看那些人族图本，你们瞧，这都学废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这么说话可气派了。此人志气卓绝，定有防备。我还是从小门进入，慢慢接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很久了。殿下在等我？当然，玉壶、陆叶、刘霞都不在，就只有你啊。进来。是。你是新来的吧？殿下这话的意思是？行了，开始吧。殿下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先哼支歌给我听吧。哼歌？啊，怎么了？哦，奴婢五音不全，怕污了殿下的尊耳啊。那你讲故事也行，别讲恐怖故事。殿下莫非？我当然是不怕，我是怕你讲完之后不敢回去。是，龙族是多么强大的种族啊！怎么会有鬼故事令龙族害怕呢？当然会害怕。来，过来。我跟你讲啊，龙宫下面有很多远古冤魂，每到深夜，
西宫外的荒原上，总会传来怨鬼的哭泣。哦，当然，本殿下是不怕这些的，这鬼还没今天那些人族可怕。今天那些人族嘛，都是些软柿子。那殿下不是今天还击败了一个人族弟子吗？你懂什么？路上变换大王旗，出了多少风云人物啊！如果人族是软柿子，那我们被人族逼到海角，那我们是什么？岂不是连软柿子都不如？那殿下为何今日还要挑一个人族弟子出来比试呢？好问题，终于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。我有一个梦想，挣脱这个光明、荣耀的环龙，去唤醒那些喧杂的游魂，让每一个龙种都恢复原本的模样。千峰满目疮痍，唯有晦气，方能重生。而那个掘墓者，就是你。我旁边坐着的我，你明白吗？很厉害，但是不明白呢。我们龙族曾经是远古霸主，但现在还活在过去里，所以就变成现在这样。所以我们要打碎龙族的骄傲，只有这样，龙族才能重新振作起来。那殿下是打算？我打算以东海龙宫二太子的身份，去输给人族最弱的小弟子，只有这样，龙族才能知耻而后勇。殿下为了这个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？为了梦想，丢掉性命算什么？那殿下今日挑选那个人族小弟子，是因为？当然是因为他是最弱的那个。殿下的思维还真是声东击西，南辕北辙，如此清奇呢。你在说什么？殿下，奴婢想问你，若是今日殿下比试败了，那人族和龙族若是打起来，人族败了，龙族更加嚣张怎么办？那若是龙族败了，这名声受到损毁，成为了妖兽，又怎么办呢？殿下不会是没想过吧？我当然想过，就是没想那么细。奴婢先回去，殿下休息。你就走了？不哄我睡觉？奴婢还有点事儿。你不哄我，我睡不着。主要是西宫殿外一直有哭声。殿下想睡觉是吧？好办。你好东西。你以为你有多厉害呢？害得我真的命都丢了。这小子身为龙族小殿下，没准会有定海神针的线索，让我来找找。大话无阳，道祖是怎样炼成的？斗破幽冥，三消灭世，都是些什么市井毒瘤啊！未来的我敖乙体育4岁。这怪不得这二殿下。哎呦，没救了，这没救了。撑起新生的黎明。宝莲天真宝。哎呀，师兄啊，你说你怎么还不回来？你说这个时候，万一他要是有人闯进来，那个蒯司长老说过了啊，任何人都不准进来。他们再大的事儿，那也是龙宫的事儿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蒯司长，兰陵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
这是你的房间吗？啊，不是，这不是师兄受伤了，我来照顾他一下。啊，蒯长老深夜到访，不知何事？此子今日与龙族二太子大战受伤，我身为带队长老，特来探视，有何不妥吗？没有，只是师兄还没醒，要不您先回去，一会儿我再叫你。既然如此，也好。何人？什么？我快点，不行！哇，师兄，师兄还没醒呢，长老，你要不先回去吧，一会儿他醒了，我再叫你。不要！其实我也想爸爸牌，我也有点虚弱。怎会如此？此子脉象如此紊乱，难道真的是受了重伤？嗨，那当然的呀，大家都看到了呀。我师兄那么弱，被龙宫二太子唰一下就打飞出去了。修为果然还是这么低。你好好照看你的师兄。多谢长老。啊，对了，这些日子就不要随意外出走动了。遵命。长老请。孩子挺聪明，就是老抖机灵。长老慢走。师兄，师兄，这蒯长老，哇，他刚差点给我吓死了，我真的。还好我提前吃下了七伤丸，让我的5层取胜。啊，师兄，那你现在怎么样？吃了7疗散，过不了多久就能痊愈了。师兄，你实在是太稳了。你去探到什么了？这个龙宫藏宝贝的地方在哪里呀？我们是不是可以全都拿走？龙宫的宝贝就在宝莲厅里。宝莲厅，这个宝物名册，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物件，你只要能带回去，都够小琼峰花1-2万年的了。那我们发财啦！哎，师兄，你盯上的是哪个？这个，哇！最近明霄仙子一直在找这个定海神针的下落。师兄盯上的不是宝贝，是人。哎呦，还整个屏障，走你！哎呦喂，奇缘师弟，您这是好雅兴啊！这大半夜的，鱼都睡了，您还在这吊着呢。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，钓鱼嘛，愿者上钩。赵长寿啊，我知道这使团明天才回来，我这不是起瘾犯了吗？哎呦，正好让我瞧瞧你这个斩获如何呀！哎呀，
哎呀，师弟呀，我觉得这个晾干了以后，你还是可以穿一穿的啊。哎呦，全是宝贝。哎，我想请问，这个你是如何钓上来的？哎，你这里面除了鱼啊，真是应有尽有啊。哎，那你在这儿钓了多少时辰了？哎呦，都2个时辰了。2天2宿。哎呦，自从那2个孽徒离家，我就一直在这儿没挪窝。哎呦喂，2天2夜呀，这不屁股都得坐烂了。哎，那你咋就没想着回去休息休息啊？我也想回去啊，我回不去呀。哎呦呵，哎呦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我揍你！哎呀，此乃迷困连环阵，许进不许出啊！这都是我那长寿师侄搞出来的。还能是谁？那个小王八蛋悄没声布了这么一个阵法，把这个地方左3层、右3层、里3层、外3层箍得跟铁桶一样。我本来就是肚子饿，我出来捞个小鱼、捞个小虾，我填一下肚子，结果我就被困在院子里了，这进不了屋。然后屋里还有那袜子没晾起来呢。哎，你这事怎么不早说呢？你没问啊。我也对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连这个门都进不去了啊？能进，我不早进去了吗？哎呦，哎呀，你呀就别费劲了，屋进不去，这院子那么大，随便找个地儿待一下，等他们回来就好了。哎呀，师弟啊，你这个放弃的还是太早啊！想我这个长寿师侄，这个修行啊，也就数10年。就算他这个算计再精密，设计再巧妙，他还能变出什么样别的花样啊？对不对？且看我冲开圣门，救你出去！嘿嘿嘿，走着。哎呀！哎呦呵！哎呦！哎呦呵！哎呦！哎呦呵！
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你说你折腾什么？你不如听我的，在这儿睡睡觉也好。你流血了？想我兄弟。纵横人间数千年，从来就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。好了好了，再等2天，孩子们回来就好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2个孩子在干什么。你说还得2天呀？师兄，师兄，哎，师妹，师兄怎么样了？哦，师兄时昏时醒啊，虽然说没有性命大碍，但是也不方便出门，只能每天躺在床上。师兄为了渡仙门，付出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长寿师兄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我们也不能落后，不该落后。表现得不错，师兄，跟上，别看我。玄冥七星大珊瑚，哎，就这品相，这要是换成灵石，可以买下6666座小琼峰。看前面，别跟我说话。哦。殿下，恭候各位多时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看什么呢？有这么好看吗？哎呀，就这些个货色，我宝莲厅里要多少有多少。各位要是喜欢，自己进去拿。不愧是龙宫的大殿下啊，这财大气粗，被你体现得淋漓尽致啊！哎，那个，昨日宴会，人龙二族啊有些误会，龙王陛下特别吩咐，今日打开宝莲厅，以宫中的宝物作为昨日冒犯的赔偿。赔偿？你们这些海鲜有什么宝物啊？什么宝物？老夫的小龟龟是不能给你的。厅中所有的宝物均可采摘，啊，在座的俊杰都可以入库一游啊。门外的珊瑚都价值不菲，那里面都有多少好宝物啊！哎，师兄，等我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怎么啦，师兄？等的不就这个时候吗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师叔，事事都要请示本座，难道你们是3岁娃娃不成？不必客气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遵命，师叔。哎，师弟你一起，人多好拿。哎，说的就是。去吧。怎么回事？师叔，里面有2个莽汉，力大无穷，我们实在招架不住啊！伤得这么严重，这等实力，看来已经是天仙高阶，不容小觑。起来。这怪我了，我忘了提醒各位，
这宝莲厅也是我龙宫重地，那自然是有守卫的呀。那有守卫，就难免跟各位来宾过上几招。这想成就富贵，各位就全凭本事。可惜这刀剑无眼，生死有命。这要是真碰了伤了，还请各位多多见谅才是啊。我东海龙宫素有4大猛将之说，夜叉、锦鲤，他们的英武，想必各位已经见识过了。另2位，一名蛙太尉，一名单力士，也是筋骨强健、阵位如山之辈。各位，请吧。不用怕，他们会自谢为尔等同样的修为。师妹，我先进去探探。怎么了，柯长老？走了？嗨，弄了半天，这人族啊，都是无耻鼠类，眼红富贵，又贪生怕死，在这裹足不前，惹龙笑话。哇，这个还能忍啊！玄雅愿望。师姐，你不是落下心病还没好吗？别去了吧。玄雅愿望。哎呀，小玄雅，你别闹了，这里面的道行比你高了少说得有几百年，你让他去啊？本座是此次领队，还得在此掌控大局。想不到戒律堂江主事何等高风亮节，他做下第一仙苗，竟也会迷恋于外物啊！玄雅，愿王。既然你执意要去，那就去你的吧。你，哎，玄雅，玄雅，我根本不知这柄剑的意义何在，更不知为何挥剑。心若在，剑就在。师兄所指的剑，并非实物，乃是炼气师心中的大义。执剑者靠的并非宝剑，而是一腔正气。这个死快死，其他宗门仙苗死的越多，他就透支乐。可以啊，小灵儿，平常一脸财迷相，挺明事理的啊。哎呀，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就……怎么了？后面有什么吗？没事。死快死！渡仙门弟子有其玄雅，请2位前辈赐教。人间的悲欢，离合聚散，宿命万般。叹，情字几番辗转，回忆线门，伤感漫漫。远成了恨，你已走远，如云烟消散。善人，此生缘还未完，往事片段吞没于烟
周有几站，万水千山，要君为伴。换一字坦荡好人，奈何故事短暂。漫漫心中缘成了寒，你已走远，如云烟消散。闪人，此生缘还未完，往事片段。